人生走到无法自理时，该如何不拖累家人，不进安养院？对很多长辈来说，这旁佛是一道终极考题。我老了照顾不了自己时，应该怎么办？长久以来，我们都希望晚年能保持尊严与独立，不想成为子女的负担，更不愿被送进陌生的安养院度过余生。但要做到这一点，绝非临时抱佛脚可以解决，需要我们超前部署，向那些聪明的长辈学习，提早为自己铺好一条路。今天就让我们深入探讨，聪明的长辈是如何规划，才能在无法照顾自己时，依然过得有品质、有尊严，而且不麻烦儿女，不去安养机构。首先，我们得面对一个残酷的现实，现在的晚辈未必养得起长辈的老。传统观念里一直有句话叫养儿防老，意思是养育儿女就是为了老了有人照顾。但21世纪的今天，这种想法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。随着少子化和高龄化浪潮袭来，许多50多岁的人可能成为无人照顾的第一代老人。人口结构的变化意味着，当我们老去时，子女可能身在远方，或子女根本就很少，甚至没有子女。我们这一代很可能必须靠自己走完晚年。根据推估，台湾在2025年将迈入超高龄社会，每5个人就有一个超过65岁。与此同时，罹患慢性病、失能或失智的人数也将攀升。可想而知，未来每个家庭都可能面临长期照护的压力。然而，照顾长辈的传统家庭人力却在减少，许多中年子女自己也将年迈，难以提供全面照料。所以聪明的长辈们早就看清，与其日后把希望完全压在子女身上，不如提早做好准备，让自己老年生活过得安心自在。那么，人老了，为什么非得去安养院不可呢？一般人的想象是，一定是因为生了重病、失智或者卧床不起，不得不进机构。但事实让人意外，他依据卫福部调查，送长辈去安养中心最大的原因，不是严重疾病恶化，排在前几名的理由其实很生活化。第一名是担心家里的卫生和环境安全，子女怕老人家独居会乱吃过期食物，家中不整洁，滋生细菌。第二名是害怕长辈在家跌倒，尤其是夜间起床或上下楼梯，子女不能24小时盯着，长辈一旦跌倒可能无法自行求救。第三名是3餐无法正常管理，不少高龄长辈独居后营养不良，忘记吃饭或不会煮饭，导致健康每况愈下。至于真正因疾病需要专业照护的，只排在后面。也就是说，多数情况下，把长辈送进机构，并非因为他病入膏肓，而是日常生活琐事无法妥善处理。听起来是不是很可惜？如果这些生活问题能解决，长辈本来可以继续在自己家中生活。然而现实中，一旦进了安养院，往往就回不来了。更令人心惊的是，有许多案例显示，长辈一旦住进去，精神和身体状况可能每况愈下。有照顾专家提到一个耐人寻味的数据，据说高龄者在自己家中安养时，平均尚有7、8年的余命。可是，一旦住进安养院，平均余命可能只有3年左右。这当然不是说安养院害人，而是许多入住机构的长者原本就可能是在衰弱期，进去之后缺少家人的陪伴，生活环境又陌生，身心状态容易快速恶化。一些在家时还走得动的老人，到了机构反而整天卧床，不爱动，懒得吃，意志消沉，结果身体机能迅速退化。我们身边常听到这样的故事，某位老人家因一次意外或小病短暂住院，出院时家人担心没人照顾，顺势把他送到安养中心，结果短短几个月，老人家整个人憔悴许多，最后几年就在思念和无奈中离世。当然，每个人的情况不同，但这些故事反映出一个残酷真相：环境与心理对高龄者的影响极大。如果失去了家庭的温暖、熟悉的邻里以及生活自主性，老人家往往容易失去生存的斗志。说到这里，你可能会问，既然如此，为什么还有那么多家庭不得不把长辈送去安养院？答案是照顾太难了。长期照顾一位失能或失智的长者，对家庭来说是一场消耗战。一开始大家雄心壮志，我一定要让爸妈在家安享晚年。
可是现实却常常很骨感，每天24小时的贴身照顾，不仅繁琐劳累，还可能让照顾者身心俱疲，家庭关系紧张。有人形容，长照生活拖得越长，过去父母慈祥的形象都逐渐被急难残的老人主取代，快乐的回忆也慢慢淡去。这听起来很残忍，但却是不少长期照护家庭的写照。许多子女一开始发誓绝不送父母去机构，最后却在力不从心和愧疚自责中不得不妥协。更有甚者，近年新闻不断爆出一些长照悲剧，家属压力太大，酿成虐待甚至放弃老人的事件。这些极端例子告诉我们，如果没有周全的准备，不拖累家人，很可能只是一厢情愿，最终两败俱伤，长辈过得不好，子女也身心俱疲。那么有没有两全其美的方法，能让长辈既留在家里，又不让子女深陷长照泥沼？聪明的长辈们早就找到了答案。总的来说，他们选择的是提早规划、善用资源、自主掌控的养老之路。这条路包含几个关键要素：健康管理、居家改造、经济安排、外援资源以及心理调试。接下来我们逐一拆解。第一，健康管理，延缓失能，主动求医复健。聪明的长辈深知，最好的不拖累就是自己少生病，晚失能。虽然人老不可避免身体走下坡，但透过良好的生活习惯，我们可以把自理能力维持得更久。有位96岁的台湾奶奶分享她长寿又自立的秘诀，总结起来就一句话：没事就多待在家里，少在外面乱跑受伤。听起来好像开玩笑，但其实包含两层意思。一方面，保持规律简单的生活作息，不让自己过度劳累，避免危险场所。另一方面，他在家也不是发呆，而是每天做简单的家务和运动，该动就动，维持肌肉和关节的灵活度。有研究指出，65岁以上长辈中，大约有 13% 是日常生活自理困难者，但许多时候，自理困难并非一夜造成，而是长期活动不足、肌力退化的结果。如果能从退休年纪开始就重视运动与复健，例如每天散步、做伸展、练习平衡，甚至学习太极拳、瑜伽等适合长者的运动，就能显著降低跌倒风险和失能风险。用进废退这句话在老年尤其真实。聪明的长辈往往都有坚持运动的小习惯，不管是每天出门快走30分钟，还是在家扶着椅背做抬腿运动，他们绝不让自己整天坐着不动。除了预防失能，及早治疗与复健也很重要。许多长者怕麻烦子女，反而不好好看病，导致小病拖成大病。例如膝盖痛不肯去复健，久而久之走不动，或者中风后懒于做复健运动，结果功能没恢复，又增加子女负担。聪明的长辈在这方面绝不偷懒，他们会主动配合治疗计划，该吃药就吃药，该复健就认真复健，有失智征兆时也及早就医，服药控制，延缓记忆衰退的速度。尤其现在医疗科技发达，很多慢性病，例如糖尿病、高血压，只要遵从医嘱，控制饮食运动，就能避免恶化，导致失能。所以第一步其实是照顾好自己的身体，这不仅让自己少受罪，也是为家人减轻未来照顾压力的最大善意。第二，居家改造，打造安全无障碍的环境。还记得吗？让子女最担心的就是长辈在家发生意外，特别是跌倒。因此，聪明长辈会提早把家里布置成一个安全堡垒。怎么做呢？首先，检视家里所有可能绊倒人的地方，地板是否防滑，客厅是否杂物太多。如果住的是老房子，走道窄，门槛高，那就要考虑改装。例如在浴室和厕所装上扶手和防滑垫，以防洗澡滑倒。如果有浴缸却跨进跨出不便，可以换成淋浴间或装可开门的浴缸门，门槛可以装斜坡板，方便出入。楼梯间一定要装设明亮的照明和扶手，很多长辈半夜起床没开灯踩空楼梯，后果不堪设想。还有，把家具固定好，地上不要铺松动的地毯，避免拐杖勾到。睡房附近可以放一盏感应夜灯，
方便长辈夜间起床照明。总之，一切潜在危险都要预先排查，把跌倒风险降到最低。如果长辈住在没有电梯的公寓高楼，将来行动不便时很麻烦。聪明的长者往往超前部署，还走得动时就考虑搬家或装设辅具。如果经济许可，或许换到有电梯的大楼，或者搬到1楼。若不想搬家，也有人提前安装楼梯升降椅，就是电动座椅在楼梯轨道上上下的装置，日后膝盖不好也能上下楼。政府长照体系对居家无障碍改造其实有补助，只要符合资格，可以申请经费装修浴室、出入口等等。很多聪明长辈在刚退休、身体还硬朗时，就把这些改造完成了，不要等到出了意外才想起来装扶手。除了硬件，居家环境的软件部分也很重要。所谓软件，就是生活习惯与监控措施。例如，家里最好备有血压计、血糖机，方便每天量测。药物分类盒每日服药一目了然，避免漏服或重复服药。家人不在旁边时，可以靠科技来帮忙。现在有许多智慧装置，像红外线感应器、人体活动侦测器，能够监测长辈在家有无异常。如果超过一定时间没感应到动静，就会通知家人注意。有些长辈佩戴紧急求救铃或智慧手环，一按钮就能自动拨打给子女或照护中心求救。万一跌倒昏迷，装置还能自动感测发出警报。这些科技对想居家养老的人而言是及时雨，让即使独居的长者也多了一层保障。聪明的长辈与时俱进，不会抗拒这些新玩意儿，他们反而乐于尝试，因为知道这能换来自己和子女更多安心。第三，经济安排，提前准备长照金流。再周全的计划，如果没有钱，也是寸步难行。坦白说，不拖累家人，往往最现实的层面就是不拖累子女的钱包。许多长者不愿住安养院，一个大原因是费用惊人。好的机构一个月可能3、4万台币，含食宿照护，一年就是数十万。如果一住就是5年、10年，对一般家庭经济都是沉重负担。而居家照顾表面不用缴住宿费，但若需要请看护或长期请人打扫煮饭，同样开销不菲。因此，聪明的长辈都会预先为自己准备一笔长照基金，这笔钱不是留给孩子买房结婚的，而是专款专用，将来用在自己的照护上。那么，钱从哪来呢？有些人年轻时就开始存退休金，买长照险，养成储蓄习惯。还有一个妙招，近年越来越多人讨论，叫以房养老。简单说，就是把自己名下房子抵押给银行，每个月由银行支付一笔钱给你来当生活费，等到往生后再由房产清偿贷款。这方法听起来有点像把房子当提款机。很多老人嫌退休金不够用，但手上往往有栋住了几十年的老房子，值不少钱。以房养老就能把不动产活化，在自己不搬离房子的前提下，源源不绝拿到年金式的现金流。例如，一位65岁的先生，如果有价值2000万台币的房子，银行可能愿意核贷约70%价值，也就是1400万，分30年按月给付他。估算下来，他每月可以拿到接近4万元来用，而人还是住在原本的家里。对很多手头存款不多但有房的长辈来说，这是一条不靠子女养老金自给自足的聪明路。有人担心，把房子抵押给银行，不就没有传给子女的遗产了吗？其实不然，在贷款期间，房子的所有权仍在自己名下。等长辈100年之后，子女如果愿意，可以选择偿还贷款，房子依然归子女。不还的话，银行拍卖房子，扣除贷款本息，剩余价金还是会给继承人。所以聪明子女其实不会反对以房养老，因为父母过得好比遗产重要。而聪明长辈也明白，养儿防老不如养钱防老。有一位70多岁的阿姨说，我宁愿把房子变现照顾自己，也不要成天等孩子给零用钱，更不想他们为了我的医药费伤脑筋。这种观念在银发族中渐渐普及。正所谓养儿防老不如以房养老。除了以房养老，还有长期照护保险等金融商品。长照险通常是约定，将来被保险人如果丧失几项以上日常生活自理能力，例如吃饭、更衣、
如厕等，保险公司就开始每月给付长照金，例如每月给付2万，一直给到身故或一定年限。当然，长照险需要在相对年轻健康时就投保，而且每年缴保费，但早买早安心。一些有远见的长者，50、60岁退休时就规划了保单，等到8、90岁需要请看护时，就能动用每月的保险给付支付薪资，不必开口问子女拿钱。对子女而言，父母有这样的安排简直是一大福音，经济负担轻很多。而对长辈自己来说，这更是种底气，身上有粮，将来才有硬气说，我不麻烦你们，我用自己的钱请人照顾。我们常说金钱买不到健康，但金钱可以买服务、买设备，确保我们在健康不在时仍有尊严的活着。所以经济安排绝对是关键中的关键。第四，善用外援、政府资源与专业照护，再怎么健康，家里再怎么安全，钱再怎么够，多数人难免会走到需要他人照料的一天。这个时候，聪明的长辈会懂得求助，而不是一味逞强。他们熟知并善用各种长照资源。在台湾，政府推行长照 2.0 计划，已经有几年，整体构筑了所谓 ABC 级的社区照顾体系。简单来说，就是希望长辈即使在家，也能在社区就近得到需要的服务，而不一定要住进机构。比方说，各地陆续设立了很多日间照顾中心，也就是日照中心，有点类似老人幼稚园。白天长辈去那里，有专人带活动、吃饭、午休，晚饭前家人再接回家，这对双薪家庭特别有帮助。白天爸妈上班没空顾失能长辈，就送去日照，长辈白天有人照料，晚上还是回自己家，一举两得。还有各社区据点开办的共餐据点或银发俱乐部，固定提供长辈一起吃饭、聊天、唱歌、做手工的场所。在新北市，几乎里里都有银发俱乐部，超过1000个点，让长者们就近交朋友、吃营养餐。如果长辈平时独居，缺少社交，去这种地方不仅心情好，子女也安心，因为知道有社工和志工会关心长辈状况，不会让他们在家孤单出意外而没人知。当长辈失能等级到一定程度时，政府也提供居家服务，例如每周可以申请几小时有照服员到府帮忙洗澡、换尿布、打理环境等。经过评估后，服务时数和内容可以调整，而费用依长辈的经济状况有部分补助。对很多不想去机构的老人，居家服务是关键支撑。有了它，子女即使不在身边，每周也有专业的人来照顾一下，发现问题也能及时通报。除了照服员，还有居家护理，护理师到府换管路、伤口护理等医疗服务，居家复健，物理治疗师到府协助复健。政府近年极力推广社区整体照顾，目标就是让长者在地老化，不用离开熟悉的家和邻里，就能得到所需的照护和医疗。聪明的长辈一定不会对这些资源一无所知，反而会及早研究申请管道。有人甚至在还健康时就参加社区说明会，了解长照服务怎么用，好让自己需要时马上申请不上手，不会临时手忙脚乱。不仅如此，他们还会跟子女沟通好，将来如果我需要人照顾，尽管放心申请居家服务或日照中心，我不会排斥。有这层共识，孩子们届时也比较不会有心理障碍，懂得借助外力，而不必一肩扛下所有责任。除了政府资源，有条件的家庭也会考虑私人照护，例如很多家庭会聘请外籍看护工长住家中帮忙，这对一些高龄夫妻特别有用。如果老先生需要照顾，而老太太也80多岁了，子女又不住一起，那雇个看护在旁是实际可行的方案。目前在台湾聘一位外籍看护，每月费用约2万到3万台币，雇主需提供吃住。有聪明的长辈在健壮时就跟子女说，未来如果我和你妈需要，你就帮我们请个外佣，我们会自己出钱。他们甚至先预留一间房给未来的看护，并且存好几年的看护费。当然，外佣管理上也要用心，例如语言沟通、文化差异都需要时间磨合。但很多家庭经验告诉我们，一个可靠的看护
真的可以让长辈安享居家生活，同时减轻子女极大的压力。如果经济负担得起，这其实比送安养院还划算，因为长辈不用离家，身边有专人伺候，子女也能专注工作或休息。假如没有能力聘看护，也没有子女可以依靠呢？有些高龄者选择跟朋友或远房亲戚抱团养老，比如3、5个老姐妹搬进同一栋公寓，或彼此做邻居，平日互相关照，有事彼此通风报信，合资请一位帮佣打扫煮饭，甚至轮流照看彼此的生活起居，有点像共居宅或长者合伙生活。这种模式的好处是每个人都有各自的私领域，但又不是孤单一人，有事可以立刻有人发现。例如早年香港有部电影叫《桃姐》，讲的就是雇主和保姆2个老人互相作伴扶持的故事。现实中也有高龄室友的例子，大家出点钱合租一个大房子，各自一间房，共用客厅、厨房，并共同雇用照护人员。这类非亲非眷的合作需要很高的默契与信任，但一旦运作良好，也是不错的解决方案。第5，心理调试，沟通心愿，理性面对生死。最后一项往往被忽略，但至关重要，那就是长辈本身的心态。要做到不拖累家人，不去安养院，长辈自己必须下定决心，并让子女知道。很多时候，子女之所以选择送父母去机构，除了现实困难，也有心理因素。他们怕在家照顾不好，或者怕自己不送去机构会被说不孝。而父母那边呢，有的其实内心是愿意去机构的，只是面子上说不要拖累，但又没给出明确指示。也有父母死也不愿去，但子女不理解父母的恐惧。为避免未来这种两难，聪明的长辈会提前和孩子谈心，他们会坦率表达自己的晚年心愿。将来我若不能自理，我希望留在自己的家里，即使请外人来，也比去机构好。我不怕花钱，只怕没尊严。如果有一天真的需要24小时专业护理，那也是万不得已才考虑机构，否则尽量让我留在家中。当长辈明确说出这些话，子女其实是松一口气的，因为父母等于授权他们将来可以动用父母的钱，请看护、买设备，而不用背负不孝的道德包袱。同时，子女也清楚了父母的底线在哪，安养院非不得已不要送，所以他们也会更努力寻找其他办法。另一方面，聪明长辈也会为自己最终的结局做一些规划。他们常说，我将来走的时候，不要插管，不要无谓抢救。换言之，他们不希望成为医院加护病房里那种以维生设备勉强活着的人，更不想变成植物人常年躺着，让家人每日探视，徒增悲伤。因此，他们有人会预先签署预立医疗自主计划或 DNR， 不施行心肺复苏术同意。在台湾，其实可以主动到医院或安宁机构签这类意愿书，并注记在健保卡上。超过3万人已经签了预立安宁、缓和医疗及拒绝急救的意愿。有位阿公幽默地对孩子们说，到时候该走我就走，千万别把我送加护病房插管，我可不想拖累你们，还花那冤枉钱。这句看似玩笑的话，其实满是智慧与慈爱。因为不少长辈最后拖成卧床多年，放鼻胃管进食，家人守着既痛苦又烧钱，对谁都不好。聪明的长者会选择相对自然有尊严的离世方式，这也是替家人着想。当然，生死这件事每个人想法不同，但至少提前想清楚并告知家人，是非常负责任的态度。说了这么多，我们可以看到，想实现照顾不了自己时不拖累家人，不进安养院，其实就是在追求自主地老去。这条路上，预先规划是核心，健康上提前打底，居家环境提前准备，财务上提前储粮，资源上提前熟悉，心理上提前沟通。做到这几个，提前等到真需要时，一切水到渠成。相反，如果毫无准备，临老了才发现存款不够，住处不宜老人居住，孩子又忙得顾不上，那时再后悔就迟了。最后，我们来总结几位真实长辈的故事，看看他们如何示范这条聪明之路。第一位是台湾72岁的张奶奶，她年轻时丈夫早逝，拉拔2个孩子，长大后自己也退休独居。张奶奶收入普通，积蓄不多，
但有一间住了30年的老公寓，他早早对儿女说好，妈妈将来老了，不用你们养，我会把房子养我老。于是，在2020年左右，他办理了以房养老，每月从银行领钱，同时他参加李林的共餐据点，每天中午去和邻居们一起吃饭聊天。某次他身体不慎，小中风住院。出院时，2个孩子原本想轮流请假照顾他，但张奶奶拍拍孩子说，别担心，妈妈有长照 2.0。 她请医院的长照服务员协助评估，很快申请到了居家服务，每周3次有照服员来帮她复健和做家务，孩子们下班后再回来看她。就这样调养几个月，她身体复原良好，又能自己行走。张奶奶逢人就说，政府的长照服务真好，我不麻烦孩子也有人管。邻居笑她真是聪明，一点小病都处理得有声有色。如今她已高龄将近80，身体尚算硬朗，孩子们对她也是佩服又感激，因为母亲让他们毫无后顾之忧，各自工作生活都顾得好，逢年过节回家团聚时也是欢欢喜喜，没有那种长期照顾累积的怨气。张奶奶用智慧证明了一点，经济独立加上善用资源，一样可以独立安老。另一位故事主角是98岁的李爷爷，真可说是老当益壮的典范。李爷爷有句名言，有事自己做，没事别乱跑。他至今独居在乡下老家，日常起居全部自己来，洗衣做饭，整理菜园，养条小狗作伴。他年轻时吃过不少苦，但养成了乐观的性格。他常说，我活这么久，已经不欠谁的了，孩子们各有家庭，我能自己顾自己是福气。李爷爷的秘诀有3件事，一是勤走动，他每天清晨沿着家旁的小路慢走半小时，傍晚再走半小时，从不间断。他笑称这是遛自己。二是有规律，饮食起居定时，不熬夜，不暴饮暴食，7分饱就好，常年下来身体很少毛病。医生说他像保持在70多岁的机能。3是肯接受帮助，虽然独居，他和村里的里长、志工都保持联系，里长有共餐，他每次必到，也乐于接受里长帮他申请的居家打扫服务。去年他摔了一跤，伤了腰，一位志工主动提出每周开车带他去复健，他欣然接受，还开玩笑说，谢谢你的汽车马达当我的脚。正因为他心态开放不僵化，所以身边总有人愿意协助。李爷爷用行动证明，坚持自理与事实求助并不矛盾。正是因为他平时自律又不逞强，才能在近100岁高龄依然维持独立生活，成为地方上的传奇人物。当然，每个人的条件不尽相同，无法照搬他人的道路，但以上种种案例告诉我们，越早为自己晚年做打算，就越可能实现理想的老后生活。如果我们希望将来不拖累子女，不住安养院，那现在就要开始行动，别害怕谈论老与病。聪明的长辈勇于面对不可避免的变老过程，提早安排 Plan A、Plan B 甚至 Plan C。Plan A 也许是尽可能维持健康自主， Plan B 是准备资金在家请人照顾， Plan C 是万一非去机构不可，也选择好品质好的养生村或护理之家。而最终的人生终点，他们也想好了怎样才算不留遗憾。有人说，这样想来想去，是不是太未雨绸缪，徒增担忧？其实恰恰相反，提前准备会让你更安心地享受当下。试想，一位长者知道自己钱也备好了，房也准备好了，孩子也知道他的想法了，他是不是更能心平气和地过每一天？相反，那些不愿多想的人，嘴上说船到桥头自然直，等真出事时，往往惊慌失措，才是真的日夜忧心。正如一句话所说，希望最好的，计划最坏的。我们现在做的所有准备，都是为了希望最好的情况，也许直到寿终正寝，我们都能自理，不需动用那些预案，但万一不幸情况变差，我们也有对策，不会拖累最爱的人。最后，让我们回到开头那个问题，当我们照顾不了自己时，怎样才能不拖累家人？聪明的长辈给出的答案是，提前做好万全准备，并善用一切可利用的资源。他们选择了一条自主且周全的路，把被动变主动，将未知变已知。
他们不把照顾父母当作子女理所当然的义务，而是尽量把压力留给钱、机构和专业人员去承担，让亲情回归亲情，而非变成沉重的负担。试想，如果每位长辈都能这样未雨绸缪，那该有多少家庭能减少摩擦、眼泪和遗憾啊？这条路或许不简单，但一步步走也并非高不可攀。从现在开始，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成为那个聪明的长辈，为自己的将来负责。等到有一天，我们终于需要被照顾时，我们所爱的人会发现，原来我们早已把一切安排妥当，他们所要做的只是陪伴在我们身旁，走完最后一程，而无需为繁琐的照顾琐事焦头烂额。这或许就是我们能送给子女最珍贵的礼物，也是送给自己最温暖的成全。相信只要用心准备，我们都能做到老有所养且不累人，在熟悉的家中安度晚年，真正实现那句理想宣言：照顾不了自己的时候，也不成为别人的拖累，而是优雅的走完人生。让我们一起朝这个目标努力，为未来的自己铺好道路，活出晚年的尊严与智慧。